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18号。昨天视频是跟朋友们讲，短期比特币看会不会有一个向上的变盘。现在价格是重返20000美金附近，但是并不是一个大涨啊。那昨天提到的一个观点，这里面是同一个主力啊，大涨的 K 线后面3根奔走型的整理，大跌的 K 线3根奔走型的整理，而且是有一个小小的下降楔形，这种楔形是看涨的。但是来到这个位置，现在是又在缩量。今天视频也要来讨论一下，这个位置没量的情况下，能不能站上散户的生命线，或者是会不会再压制张口？不张口，难道要使它再破位吗？以及下一个的压力跟支撑在哪一个位置，或者是4个小时的 Vegas 有没有要走好的迹象？在复盘之前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NOK 永久返佣20%，或者是 Bybit 新的邮箱注册不用验证。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吧。来到20000美金附近，现在是没量其实也谈不上一个大变盘，它涨幅是相对比较小。那我们要再思考一下，前几天一直在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一个整理区域的平台，你破位上去，那就说明这个位置是挖坑，只是我没想到支撑位很难猜哦。也是有朋友讲，是不是有人盯上我的，并不是啊，有可能是很多人都看得懂有些关键的位置啊，包括那一个主力跟专家，因为技术派基本上都是源于欧美的一些书籍里面啊。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还是一样，既然能翻上去，就说明这个区间是有人在吸筹建仓也好，它有可能目前还是在等。目的为了什么？我们要思考一下去年的10月份，因为马上要国庆节啊，去年的10月份是怎么走的？你记得去年的10月份，当时是在这个位置，那欧美的那些主力拉了一大波。因为当时是记忆犹新啊，就是10月份一放假就直接大井喷的走势啊，根本就不给压回的机会。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？当然也不排除，如果是他要下去，那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就这几天的这几个下影线的位置，反正这个片区不要破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，就这一个均线啊，均线短期刚刚是来到这个20MA 附近，它现在是没量不挑战。或者是没量要挑战也是可以的，因为这一条线是走平，如果这一条线是下弯的时候，你过的时候必须要放量。主要就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20天的成本，现在都在这个区间啊，其实就是横在一条线上，它没量要过也是很轻松啊。有可能是不是主力也是在等时间？我们反正尽量就观察一下，如果它这一个区间都是20天的成本区，那只要不破这一个。你可以自己设深一点，因为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，不然你就设19000也可以。如果猜这个位置真的就是一个底部，反正你要开期货的单子一定要设止损，现货我是基本上都没设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，昨天是有提到一个观点，你尽量去观察一下4个小时，如果能挑战了这一个20MA 的位置，其实从这一根开始就在挑战。那我要跟大家再重申一下，就这一个大量。这个大量不是破低的时候，这个高点过的时候，有可能说明这个位置慢慢就是已经在垫高。那我们要重复一下前一波的，当时这个位置有一个形态，就是这个位置不是有一个 baby 嘛 ，baby 的形态1个小时里面是更明显。那现在4个小时，感觉也是有一个 baby 过了，我们也不算是过得很明显啊，主要我是看这个位置大量的高位趋势有过。而且是过了这个20MA， 那你就要去看一下压回，也可能还是一个机会。因为如果这边能画出一个北，下一次再突破的时候，是不是要等明天？反正你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北压回的位置，就是 20MA。超短线上要这么操作，就是观察这个 20MA 不要破。那还有一点，昨天是有提到，就是在低档的位置这边要起来的时候，主要是看到这么一个现象 ，KDJ 指标它是在金叉的。然后 MACD 也是在金叉，4个小时放了接近20组，所以短期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弹，不过它没有大涨。那我们这边再观察一下日线级别啊，日线级别现在是这样子，这边如果是能过了这个20MA 是最好，有没有可能这一个日线级别要走成一个压着张嘴，就是很重要的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如果是有量出来能这样子上去，因为短期我感觉。
20、60，还有这个120，昨天有提到的，都是走平的情况。如果这个位置真的能来一个压制战队，这一次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位置的整理片区全部给我挑战？当然你也要防一点，他如果不走成鸭子张嘴，那也没办法，破了这一个19000，是不是要再时差下去？空方的朋友，反正你就这样子来观察嘛。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4个小时，就是这2天提到的这个威廉指标。威廉指标昨天也是有跟大家提嘛，过了80，往下穿80，有可能调整结束。那再穿50，现在已经进入多方强势区，就是因为它也过了这个20MA。反正你的防线就观察，如果超短的话，观察这个20MA 不要破。还有一点就是19000，就是下方的这个19000附近啊。反正思路就是这样子嘛。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恐慌指数吧，昨天是在20，现在是在22。我昨天也是有跟朋友们讲，你去看一下之前1月份到3月份当时比特币的这几个恐慌的低点，它有时候很少会去这一个10的恐慌位置啊，或者是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去10？你手上也是要备一部分资金，万一真的去10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去低点，再买更低的筹码。当然，就这一次来看的话，你可以观察一下上一次的这个反弹，我们看线形图吧。就日线级别这个位置也是20的恐慌位置，还有前几次的这几个位置都是在10的恐慌位置。那1到3月份的这几个点位都是在20的恐慌的低点。它都是有这么大的反弹，所以不排除在这个位置，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看一下吧，有没有可能上去，因为现在就差这个20MA，日线如果能过的20MA，下一次压力我再认真看了一下4个小时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如果这边杯柄能画到位，能去挑战就这一个低点，我现在是修正到$21,200附近，如果是能把这个位置给挑战，那有这么一个形态，就是这一个整理的片区，如果是一个整理片区，你下去再挖一个坑，能反到这一个里面是最好。整理完看会不会再去往上攻啊？反正大致思路就是这样子嘛。另外还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Vegas 主要是它的成本也是还有几天，2到3天左右啊，这一个高位的144也将来到这个低位区，还有这个576的成本也将来到这个区间，如果它能稳在这个上方，下一次的压力刚刚给的那个压力就是在2120，我们短期去看一下，如果真的能上的话，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，因为是这一个140通道拐弯，甚至是它这个576的位置，这整个片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